2023年10月27日，上海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金科路1800号突然被武警封锁，数百名神情严肃的工作人员和便衣把这座建筑风格与钓鱼台国宾馆相似的东郊宾馆严密布控起来。除了东郊宾馆，上海西面的长宁区还有一座西郊宾馆，兴建于1960年的西郊宾馆是毛泽东专属行宫。直到1995年东郊宾馆动工前，西郊宾馆都是上海最大最豪华的花园别墅国宾馆。由于上海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西郊宾馆所在地已被闹市所包围，因此新建的东郊宾馆逐渐成为中共高层长居上海的首选。退休后的江泽民就曾经把东郊宾馆当作私人养老处。没想到的是，这一座本就带有神秘色彩的中共行宫，最终成为李克强的葬身之所。这位刚刚卸任几个月的中国前总理，中共名义上的第2号人物，真正意义上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以一场扑朔迷离的意外身陨，给世人留下无限的猜疑。拥有真才实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李克强，是毛泽东一代人之后崛起的新生代中共领导人中，出身平民但受过高等教育的佼佼者。通常外界会把李克强看作是他那一代人中最聪明的政治人物之一。他的高智商直接体现在李克强经历了文革后，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在重启的高考中进入中国最高学府之一的北大法学院。他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省长，被视作中共储君，曾经一度有望问鼎中国权力巅峰，甚至带领中国走向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成为大陆的蒋经国。今天的视频将为大家讲解团派最后的支柱李克强的崛起之路，以及他为什么被世人比作大清末年的李鸿章，称作红色帝国最后的裱糊匠。李克强出生于1955年7月1日的安徽合肥，这座近年来迅速崛起的城市，历史上非常巧合出了3位著名总理：清末总理大臣李鸿章、中华民国总理段祺瑞和日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李克强。他在合肥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求学的时光，就读于合肥市南门小学，中学在合肥8中就读。1974年，李克强前往安徽凤阳县做下乡插队知识青年。他在当年千千万万下乡青年中属于运气很好的，因为凤阳县距离老家合肥并不算远。当了3年知青后，李克强在1976年加入中共，并成为所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有意思的是，李克强插队的所在的凤阳县，他父亲李凤三曾在此担任县长。不过他在文革中被打成腐败分子，所以并没有给到李克强实质上的帮助。1977年，全中国570多万人参加恢复后的第1届高考，李克强成为中举的27.3万人之一，并且鲤鱼跃龙门从安徽的凤阳县直接进入中国最高学府，同时也是中共人才储备基地之一的北京大学。在他攻读法律的同时，正是中国政治风起云涌的时代。作为那个时代绝对的金字塔尖的人才，李克强的多位同窗投身于中国民主化运动，其中不乏在6次天安门事件后流亡海外者。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向往民主和自由是高等学府中的主流风气，可以认为李克强日后较为开明的政治主张也受此影响。根据李克强的同学回忆，在北大期间，李克强表现低调，沉默寡言，通常都坐在班上的最后一排。但李克强的成绩相当优秀，后来成为法律系仅有的2个校级优秀毕业生，整个北大仅有20多人获此殊荣。此外，李克强的英语水平可以称作中共高层中最好的那一类，能够使用流利的英语与外国人交流，这得益于他大学期间想出国的愿望。为了获得出国的机会，他即使在食堂排队时也在背单词。毕业前，李克强全力准备留美资格考试，但命运和他开了个玩笑。北大党委副书记马时江看中了他，希望李克强留校担任团委书记。最开始，李克强并不愿意，但马时江锲而不舍地找他谈了10多次话。最终，李克强放弃了前往美国的机会，选择留在北大，人生从此走上了40余年的仕途征程。
1982年，李克强开始担任北京大学团委书记，也正是从这时起，李克强就注定成为团派的一员。此后10年，李克强在共青团系统中稳步并迅速的攀升，从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到全国青联副主席，再到1993年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1书记。这意味他在共青团系统中已经走到了顶点，下一步必然是调入地方历练。他的第一站是中国的心脏地区，体量庞大但经济落后的中原省份河南。1998年6月，42岁的李克强前往河南担任省委副书记，1个月后成为代省长，并很快转正。他也由此创造了中国最年轻的省长的记录。3年后，再进一步成为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正式成为掌握着1亿河南百姓的封疆大吏。在中国，同级别的书记永远是大于政府一把手的。李克强在大学主修经济法，河南成为他完美的施政对象。河南位于中国核心地带，自古就是中原王朝的基石，人口众多，农业为主。但近代以来，经济和城镇化落后，在李克强的治理下，河南经济总量跃居全国第5位，是中西部省份头名。但是在中原崛起的背后，李克强也在河南留下了自己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阴影，那就是河南血祸。在李克强的前任李长春主政河南期间，大力推行血浆经济，导致河南农村爆发大规模艾滋病疫情。等到李克强任上时，开始出现大批艾滋病感染者发病及死亡。但中共官方从未承认血液感染的丑闻，而当时负责掩盖和封锁河南维权人士的主政官员正是李克强。客观来说，李克强算是临危受命，他也首次进行了省级的艾滋病普查，并缓解了疫情的蔓延。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中共和今天的中共有一点是没有改变的，那就是绝不认错。但不同的是，那个时代的中共至少会真的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味的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李克强的仕途并没有受到血祸的影响。2004年平调至辽宁省担任省委书记。此时，东北正深陷国企改革和下岗潮的泥潭中。辽宁作为曾经的共和国长子，东北3省的龙头经济问题亟待解决。在河南主抓经济并且很有成果的李克强，自然是振兴辽宁经济的最佳人选。2004年12月13日，在一个北方隆冬的时节，李克强来到辽宁。他先是用了15天跑遍全省12个地级市以及沈阳、大连2个副省级城市。在主政辽宁期间，他最大的举措是改造棚户区。国企改革后，数以百万计的国企职工下岗，其中很多人只得栖身于棚户区，成为城市中最贫穷的群体。他们的住房问题是最急迫的，否则将会成为城市中极大的不稳定因素。在李克强主政期间，辽宁省超过120万人搬离棚户区。此外，李克强针对大批下岗职工待就业的情况，针对性地扶持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寒风中的东北人民寻得一条生路。等李克强2007年离开辽宁时，这个东北省份的财政状况已大为好转。在经历了2个地方政府近10年的历练后，李克强凭借其过硬的专业能力重返北京，并且在2007年10月22日以52岁的年龄直接从中央委员晋升至政治局常委，问鼎正国级官员。凭借着高学历，在省级政府的成功经验，以及最重要的，作为当时中国最具权势的人物胡锦涛的门生这一身份，李克强是绝对的政治明星，也被外界认为是中共储君之一。在中央，李克强一直负责国务院的职务，并且主管经济。然而，布衣宰相终究不是红色贵族，技术官僚为主的团派不敌血统论的太子党。红二代习近平登顶权力巅峰，李克强只得屈居第2，成为总理。20年宦海沉浮，一路高歌猛进，壮怀激烈，最后依然不敌200斤的红色血脉。不知道当时的李克强作何感想？但是此刻正站在习近平身旁的他，并没有意识到，之后的10年，他将经历真正的伴君如伴虎。相较于在地方上的自主性，作为总理反而要处处受到习近平的掣肘，因为在本质上，习近平代表的是高级红色贵族的利益，
而李克强至少在某些程度上还依然代表中国的国家利益，这里面就包括了人民。这憋屈的10年间，习近平在众多政策问题上将李克强挤到一边，甚至连架空这样的面子都懒得做。习创建了一系列委员会和名类繁多的工作小组，实际上已经取代了国务院和各部委的职能。李克强也深知自己的出身，决定了不可能对习近平发起挑战。他选择明哲保身，一如他在大学期间那样维持低调。尤其是习近平第2任上毫不掩饰地表明终身执政的野心后，李克强的施展空间进一步缩小。但即便如此，他依然在经济方面展现出更务实和温和的形象。在他第1任总理期间，也就是2013年到2018年，李克强还能发挥一些实质性的作用，例如继续重视市场作用、简政放权等利于老百姓的举措。然而在第2任上时，他的实际权力已经几乎可以忽略。尤其是疫情之后，习近平甚至多次在政策上羞辱李克强。疫情爆发的第1年，李克强提出了地摊经济，希望以此来创造就业机会。至少在指定这个政策前，他还前往山东走访当地的地摊商贩。不能说达到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境界，但总比治大国如烙大饼要好上许多。有了总理的背书，几乎一夜之间，全国各地出现了消失多年的街头小贩，甚至在上海和北京的市中心。然而，在习近平的世界观中，商贩走卒不应该出现在街头，破坏大国形象。短短几天后，媒体就开始对地摊经济进行批评。要知道，这可是一国政府首脑所提出的政策，却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公然推翻和嘲讽。可见李克强手中的实权是多么捉襟见肘。最后这5年对于中共来说，最本质的变化是过去20年艰难维持平衡的派系已经崩塌。现在的中共高层已经没有团派、上海帮甚至太子党的区别，只有习近平路线和其他路线之分。李克强就像是上一个时代的余晖，他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都残留着胡温时期的一丝良知。而这最后的温良也在2022年3月消散了。李克强选择主动退休。李克强是个绝对的聪明人，他知道习近平会在20大连任后更加唯我独尊，习已经在无限接近皇帝的路上没有了回头路，所以趁换届之际急流勇退是个最不坏的选择。我们无法确认是否真的曾经有西夏礼尚的可能性，但这个路径已经无法重现。历史的选择往往在浮现之前已经被注定。如果19大上习近平的独权能够被遏制，今天的中共政局或许还有转机，但错过了这个时间节点，后续的进程已经是注定的了。李克强离任后保持了中共一贯的传统，极少公开露面。2023年8月底，李克强到访敦煌莫高窟，没有人会想到这将是他最后一次露面。10月27日，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中国官媒称李克强26日在上海休息时突发心脏病，临时逝世。之后，详细消息流出，他是在上海东郊宾馆游泳时突发心脏病，在上海曙光医院抢救了10个多小时后，依然无力回天。很自然的，人们会联想到李克强的逝世是否有阴谋在背后。但其实，鉴于中共黑箱操作，或许只有中共倒台之后才会有答案。着眼于当下，无论习近平是否真的是幕后黑手，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他，就已经能够说明问题了。再加上前段时间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的突变，而中共当局对此讳莫如深，李克强的去世将让中国高层局势更加敏感。对于李克强本人，作为中共最高层的领导人之一，必然不是尽善尽美。但相较于其他更加残暴的统治者，尤其是与文化程度过低的习近平相比，李克强无疑在民间的形象更加正面。对于政治人物，尤其在中国这样有着父母官传统的国家，官员的好坏只取决于一点，那就是对百姓的态度。李克强在卸任前公开承认中国还有6亿人收入不到1000元，也正是因为有这句话，才揭开了的全面脱贫这个任人摆布的虚空成就。这句话的初衷，就为了引申出就业不足可以发展地摊经济，属于是给中国本就摇摇欲坠的经济打补丁。然而，对于习党来说，这句话戳破了全面脱贫的神话，同时也给举国上下沉浸在大国幻想中的人当头棒喝。
李克强能够提出地摊经济这样似乎听起来上不了台面的话，是因为他真的见过人间烟火，他知道这些平民百姓才是中国。但习近平想要的万国来朝是光鲜亮丽的城市天际线，是山呼海啸的顶礼膜拜。虽然他的水平只能达到对毛时代的拙劣模仿，皇帝的眼中不会有人民。很多人将李克强比作同姓的当代李鸿章，他们二人确实有着一定的相同性。李鸿章曾经访问欧美列国，他知道一个外面的世界是怎样日新月异。李克强学业优异，是科班出身的正牌顶尖学子，他也知道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怎样运作的。如果不是被团委书记截胡，他今天或许是美国一位著名的华人法学家。人民普遍对李克强的同情，是因为他至少流露出当今中共官员们少有的悲天悯人。李克强大学毕业时曾留下与同学共勉的一段临别赠言：纯真而不欠文达，善良而不失坚强，把生命高举在尘俗之上，又融化于社会之中。这应当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追求。难得的是，他是这么说的，也尽力去如此做了。他是一位好管家，却遇上了一位坏主人。中国今天的悲剧性正在于依然有管家和主人之分别。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们从来没想过给中国普通老百姓一个当人的机会，他们想要的只是世世代代的奴隶。失去了最后的裱糊匠，中国经济未来的前景更加迷茫。